按照往年的惯例，苹果会在这个月发布新一代 iPhone。关于 iPhone 13的爆料，大家也已经看了很多了。然而 iOS 15系列的测试也正在进行着。尽管和前代相比 ，iOS 15加入了更多的新特性，但这是否意味着 iOS 已经完美？当然并非如此。无真实全局后退功能，时至今日 ，iOS 依然不像安卓那样有一个负责全局后退的按钮，这可能是 iOS 体验起来最令人崩溃的点。在安卓上，你想要返回上一个界面、上一步操作，可以用后退按钮或者手势轻松做到。然而在 iOS 中，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后退概念，实际体验颇为令人崩溃。在不同的界面中，你无法清晰预判到底哪个后退方法才能生效。某个 App 支持侧滑后退，某个 App 不支持。App 侧滑后退到某个界面弹窗，却又需要点击关闭按钮的情况再常见不过。然而在安卓上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后退键统一解决，在屏幕侧滑一下就可以回到上一界面，体验好得多。低能的同屏多窗口，苹果时至今日仍未对这方面有足够的重视。iPhone 上的 iOS 自不必说，绝大部分 App 连保持实时后台都做不到，更别说同屏多窗口显示这种更高一级的功能了。最多就是玩玩鸡肋的视频画中画，而改名叫 iPadOS， 强调生产力的平板版本 iOS， 在多窗口体验上也是一言难尽。你最多只能让2个 App 同屏显示，而且永远也不知道某个 App 是否支持这一特性。这和支持大部分 App 的小窗口显示的安卓阵营来说，实属低能。以苹果的开发能力，给 iOS、iPadOS 提供一个更好的同屏多窗口机制应该不算难。希望苹果尽快考虑这个用户呼声极高的功能吧。形同鸡肋的文件管理，尽管在 iOS 11以后，苹果已经开发了部分文件系统的权限，跨 App 也可以通过资源管理器进行数据的中转读取了。但和安卓阵营更为开放的文件系统相比， iOS 在这方面的体验的确堪称鸡肋。iOS 在连接 PC 等设备的时候，依然必须通过 iTunes 或者其他一些第三方软件才可以读取其数据，并不能如同安卓一样当 U 盘。安卓使用了 MTP 等传输协议，在大多数操作系统中都不需要安装额外的客户端就可以读写数据，和 iOS 相比，这无疑方便得多。另外，安卓 App 们也可以访问机内数据，并不像 iOS 那样各个 App 的数据都放到独立的沙箱中储存。遗憾的蓝牙无损音频，在音乐领域，苹果无疑是懂行的。无论是音乐生态的运营，还是音乐的制作和品质，皆是如此。今年，苹果音乐更是宣布，将会提供无损品质的音乐，而且最高达到了192千赫兹的 HD 规格。可以说，如果在你桌面平台使用有线耳机，那么苹果音乐可以给你呈现母带级别的品质。然而遗憾的是，这一切在 iOS 中难以通过蓝牙耳机享用得到。我们知道苹果力推蓝牙耳机 AirPods 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蓝牙耳机产品，但偏偏任何一款 AirPods 乃至所有连接 iOS 的蓝牙耳机都不支持无损蓝牙音频。不得不说，这实在是非常遗憾。有争议却实用的通话录音，一些重要的事件会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通话录音的重要性。如果事件中的人物用的不是 iPhone， 能够支持通话录音，可能事件的真相就能更早浮出水面，甚至事件本身就不会被热炒起来了。长年以来 iOS 都不支持通话录音，而这在安卓阵营中却几乎属于标配。对此，苹果或许是考虑到了一些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，通话录音是违法的，但是这是否属于无法解决的问题？起码苹果一刀切的政策并不那么合理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某些国外品牌的安卓机，他们个别地区也没有通话录音功能可以，但在需要的地方是可以支持的，但并不是做成全部都不支持。总结 ，iOS 引领了触屏革命，优点极多且惊艳，但它也存在很多影响体验上的硬伤。上面所提及的 iOS 的缺点，希望 iOS 能够加强功能，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，带来更好的体验。